岸田与约翰逊会谈期间，还借俄乌局势大谈东海、南海议题，炒作所谓中国威胁。在提及台海局势时，岸田文雄甚至妄称“今日乌克兰”或是“明日东亚”，并表示现在是七国集团巩固其团结的时候了。这番言论也遭到中方的坚决驳斥。日方频频借一些外交活动夹带私货，拿中国说事儿，渲染地区紧张局势，炒作所谓中国威胁。日方这样做是为自身扩武强军寻找借口，损害地区国家互信与合作，这不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，注定不得人心。中方对日方有关言行表示坚决反对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还强调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，同乌克兰局势完全不能相提并论。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民负有历史罪责，更应该谨言慎行，完全没有资格说三道四。在涉海问题上，中方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，同时愿同有关国家通过谈判协商，妥善处理分歧，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宁。周六，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就岸田访英期间涉华错误言论表示，近来日方在国际上频繁挑事生非，炒作台湾、涉海等问题，含沙射影攻击中国，我们对此坚决反对，予以强烈谴责。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、稳定与繁荣，不应针对第三方，也不应损害第三方利益。日方如果真的希望东亚和平稳定，就应该立即停止挑动大国对抗，多做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相互信任、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。日方其实有一个担心美国过于把精力放在所谓的欧洲战场，放在欧洲方向。另外一方面，今年是日本宪法修订的这个75周年，整个日本国内正在弥漫着一股要修宪的这样的一个势力。最近有几个民调显示，实际上都在暗示着日本可能今年在修宪问题上有一些大的举动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实际上岸田也希望造势。就在岸田文雄访英的同时，日本防相岸信夫也展开访美行程。他在和美防长奥斯汀的会谈中，也谈及台海议题。双方无端指责中国近年来对所谓的国际秩序构成巨大挑战，并强调了所谓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。与此同时，日本一些政客也没闲着，加大了与民进党当局勾连的频次。据岛内媒体报道，日本自民党青年局议员一行11人本周窜访台湾，期间与蔡英文等人见面。窜访团成员日本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宪和甚至扬言，日本将解放军军机绕岛巡航当作自身事务，将提高危机感云云。此外，岛内媒体还引述日媒所谓独家报道称，民进党一些亲日分子也趁机操弄，要筹备成立所谓安倍晋三之友会，定期举办所谓的台日交流演讲会，交流安倍晋三的所谓印度太平洋战略构想，并欢迎安倍访台等等。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，岸田会在这个方向继续发力，也预示着未来日本在新一轮亚太格局变动当中，特别是在台海有事之后，日本可能将在安全问题上更多的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。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，实际上现在更多的是日本在对美国进行一个战略利用。对于日本与美英在台海议题上勾连挑衅，不少岛内人士保持清醒。台当局前外事官员介文杰认为，日方高调展现姿态，只不过是为了实现其自身的战略目的。